退休后，我发现养老金账户每天少1块钱，第2天又少1块，我以为是银行扣费。第3天早上7点，我戴上老花镜，把存折、手机银行、短信提醒全摆在餐桌上，一笔一笔对完。没错，每天早上6点03分，账户都会少1块钱。妈，1块钱而已，你至于吗？金额不大，小到我女儿听完以后连筷子都没放下。不是至不至于的问题，是账不平。你都退休了，能不能别再拿单位财务科那边关自己？现在手机支付乱七八糟的，扣个1块2块很正常。我没接话，低头盯着手机里的扣款记录，收款方是一串很陌生的字：安心家园智慧养老服务。这个安心家园是你给我办的？哦，那个啊，是社区推荐的智慧养老服务。什么服务？就是给老人做健康监测、紧急呼叫、上门关怀那种。现在都这样智能养老，你一个人住，我和我哥都不放心。我低头看着那3笔扣款，每笔1块钱，时间一模一样，6点03分。你办这个的时候，给过他们我的银行卡号？周小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她眼神躲闪。应该给过吧？人家说要绑定账户，方便以后交服务费。我的身份证呢？也拍了。人脸识别呢？妈，你查户口呢？人家是正规社区合作单位，不会骗你的。我没说话，将3笔扣款截图，随后来到客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账本。账本的封皮已经磨毛了。我老伴去世后，家里每一笔钱我都记在上面，水费、电费、物业费、买菜钱、医保报销、女儿给我的生活费，我全都记。周小云以前总笑我说，现在谁还手写记账？我没跟他争。年轻人觉得1块钱不是钱，可我在财务科干了30年，最清楚一件事：真正的大窟窿从来不是一开始就露出大洞，都是先从1分钱、1块钱一笔不起眼的小数开始。周小云吃完饭，穿上鞋准备上班。妈，你别因为1块钱就跑银行闹，现在外面人都忙，没人有空陪你折腾。如果不是1块钱呢？如果这1块钱是他们在试我的账户能不能扣呢？妈，你是不是反诈视频看多了？我笑了笑没再解释。周小云见状无奈地关上门去上班。她走后，我换了衣服，拿上手机和存折去了银行。阿姨，办什么业务？查账。手机上也能查？手机查不明白。那您先取号。他大概见惯了像我这样的老人，笑得很客气，却没什么耐心。等了一会就轮到我了。柜台里的小姑娘看了我的记录，语气很温柔。阿姨，这个是小额代开。谁授权的？系统显示是您本人授权。什么时候？3天前下午4点26分。3天前下午4点26分，我在医院做复查。那天下午我手机一直在女儿手里，她替我挂号、缴费、取报告。除了医院窗口，我没见过任何养老服务的人。这是当天记录。他拿走单子看了一眼，脸上的笑容淡了些，随后有些顾虑地开口：阿姨，这个我们这边只能看到系统授权，具体是不是您本人操作，需要您联系服务方。服务方是谁？安心家园智慧养老服务。电话给我。他打印了一张单子，我拿过来看了一眼，公司地址离我家不远，就在社区养老中心3楼。我把单子折好放进包里。我刚走出银行，手机响了，来电正是周小云。妈，安心家园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去银行查代扣。他们动作倒快。妈，你能不能别折腾？我刚开会呢，人家电话打到我这里，很尴尬。你尴尬，还是我账户被扣钱尴尬？就1块钱。周小云。我叫了他全名，电话那头安静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叫他了。你爸走的时候，账户里剩下376214块8毛。这几年我花了多少，医保报了多少，你和你哥给了多少，我每一笔都有账。我不是舍不得1块钱，我是怕有人从我账户里拿走第1块钱的时候，你们都觉得没关系。妈，你是不是觉得我害你？我没有这么说。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给你办养老服务是怕你一个人在家出事，我天天上班还要管孩子，我已经很累了。你为什么总觉得别人要骗你？我知道他累，我也知道他不是故意害我，可这世上很多坑，不是坏人亲手把你推下去的，是亲人觉得应该没事，替你签了字，拍了身份证，绑了银行卡，然后坏人才有了靠近你的门。我没有再跟他吵，转身离开。我去安心家园看看。妈，你别去闹。我没有理他，直接挂了电话。社区养老中心离银行2站路，我没坐公交，慢慢走过去。3楼电梯门一开，我就看到大厅里坐着10几个老人在听讲座。叔叔阿姨们，很多病不是治不好，是发现太晚。我们安心家园这套健康监测系统，就是提前替大家发现风险。原来不是只扣了我1块钱，是每个老人每天1块钱，100个老人每天得100，10000个老人每天得1万。如果后面所谓体检、保健品、理疗仪呢？我正想着，一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阿姨，你也是来听健康课的吗？对。
那您来的正好，我们今天有免费体检，还有专家1对1咨询。免费？对，免费，不赚钱，就是关爱老人。他把我往里面引，我跟着他走到登记台前。阿姨，您先填一下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还有银行卡号。免费体检，为什么要银行卡号？只是做身份绑定，防止有人冒领福利。现在骗子都这么说。阿姨，您真幽默。我拿起笔，没有填。我看着那张表最下面的一行小字，小的几乎看不清。授权安心家园智慧养老服务按协议代扣相关服务费用。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正常流程，每天1块钱也是正常流程。刘倩脸色一变，不耐烦起来。阿姨，您是不是已经开通过我们的服务？下面请已经开通智慧养老服务的叔叔阿姨跟工作人员到旁边做升级登记。我看见其中一个是我楼下的赵奶奶，她今年73，儿子在外地，平时买菜都舍不得多买2两肉，可她现在眼睛亮得很，像是真的以为每天1块钱就有人守着她的晚年。升级以后多少钱？不贵，1个月680，老人都有补贴，实际自费也就300多。如果不升级呢？阿姨，您年纪也不小了，有些钱该花就得花，真等哪天在家摔了，孩子后悔都来不及。这句话很戳人，老人怕死，孩子怕担责任。他一边吓老人，一边吓子女，两头都拿捏。我忽然明白女儿为什么给我办这个，她不是信安心家园，她是怕我出事，而骗子利用的就是这种怕。如果我今天交钱，能打折吗？刘倩一听，激动地将我往贵宾室带。阿姨，您想升级？我先听听。阿姨，您跟我来贵宾室，我们有专门的健康顾问。此时王国强正在小房间里等待，我推开门，看着健康管理专家那几个字，心里笑了一声。现在的骗子最会穿白大褂。大姐，坐。王老师，这位阿姨想了解一下咱们的升级服务。好，先量个血压。他动作很熟练，袖带一绑，机器一响，屏幕上很快跳出数字，血压有点高。其实我早上刚量过，正常，但这里一量就高了。王国强看着屏幕，大姐，你这情况不太好啊，高压150，高压96，这个已经很危险了。阿姨，您平时是不是头晕、胸闷、睡眠不好？老人谁不头晕，谁不睡不好？我点点头，有时候是有点儿。这就是隐患。他把一份彩页推到我面前，上面印着几个大字：安心家园银龄守护计划。下面是套餐升级版，每月680，尊享版一次性缴费29800，享受全年健康监测、上门调理、专家会诊。这个尊享版买的人多吗？多呀，健康是无价的。而且今天社区补贴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就恢复原价39800。这么好？当然，大姐，我看您也是明白人，您子女忙，平时顾不上您，真等身体出事儿，再多钱也买不回来。我如果现在交钱，你们能保证我不出事儿？阿姨，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健康管理，不是神仙。那你们保证什么？我们保证服务呀。什么服务？每天监测，定期回访，异常提醒。谁监测？林倩拍了拍纸桌上的白色仪器，就靠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市场价1万多呢。那东西我在网上见过，血压、心率、血氧3合1，289包邮。但是现在还不能拆穿他们，能便宜点吗？我一个老太太，退休工资不高。大姐，您退休工资多少？这话问得很自然，好像是关心。可我在财务科干了30年，太熟悉这种问法了。他们不是关心我有没有钱，他们是在估算我能被榨出多少。不多，1个月4800。那还可以啊。大姐，您看这样，29800确实有压力，我们可以帮您办一个养老关怀分期，每个月只扣2000多，不影响生活。从养老金卡里扣？对，很方便的。您只需要签个授权，后续不用操心。您这个情况真的不能拖，血压这么高，万一哪天晚上出事儿，身边没人，后悔都来不及。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话术熟练的像流水线。我低头看着那份合同，上面写的是服务协议，可里面有几行小字：乙方自愿授权甲方及合作金融机构进行连续扣费，如中途解除服务，需扣除违约金总服务费用的30%。如果我签了，明天后悔了，可以退吗？大姐，我们这都是定制服务，一旦开通，系统就占用资源了，一般不建议退。一般不建议，还是不能退。遇到难回答的问题，他选择沉默。我从凳子上站起来，把包拿上就往门口走。我得回去想想。阿姨，今天是最后一天优惠。我这个人胆小，你们说的太吓人了，我更得回去问问孩子。阿姨，其实很多子女不懂，他们就觉得老人花钱多，您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做主。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一定愿意给老人花钱。
您自己的养老金自己支配，没问题。这话真毒，先吓唬我身体有病，再挑拨我和子女关系，最终目的就是让我自己掏钱。你们说的也对。那您先把这个意向单填一下。今天不交全款也没关系，先交1000定金锁名额。我接过笔，写下名字，但我没有写真名李秀英，这是我年轻时在单位做内审用过的假名。阿姨，您扫这个，交1000定金。我拿起手机慢慢扫，跳出来的收款方不是安心家园，而是康寿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又一个名字。我假装眼神不好，这怎么不是安心家园？这个是我们合作公司，安心家园负责服务，康寿园负责健康产品，都是一家体系。那我回去让我女儿帮我付吧，我手机不会弄。阿姨，您刚才不是扫出来了吗？我不会输密码，年纪大了没办法。让大姐回去考虑吧。大姐，优惠只到今晚8点，过时不候。知道了。走出养老中心时，我后背出了一层冷汗，不是怕是气。我刚到楼下，手机就响了。请问是李秀英女士吗？我是康寿园健康科技的客服。我刚才在意向单上写了李秀英，从3楼下来不到5分钟，电话就打来了。我是。您刚才在安心家园咨询了银龄守护计划，对吗？对。是这样的，您这边还没有完成定金支付，今晚8点前支付可以保留补贴名额。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您刚才登记过。我回去问问孩子。阿姨，其实很多老人就是太依赖孩子，才错过最佳调理时机。这样吧，我给您申请一个内部名额，您先交99元意向金，今晚可以锁定优惠。99？对，比1000少很多，您自己就能决定。从29800到1000定金，再到99意向金，他们不是卖服务，他们是在试探我口袋的开口有多大。我来到小区门口的打印店，老板叫小刘，平时帮小区老人打印医保材料。我让老板把录音拷出来，存了2份，一份发给自己邮箱，一份存进 U 盘。周阿姨，出事了。你能不能帮我查个公司？什么公司？康寿园健康科技，还有安心家园智慧养老服务。小刘敲了几下键盘，很快屏幕上跳出资料。阿姨，这个康寿园有虚假宣传行政处罚记录。什么处罚？虚假宣传，被罚过3万。完了，这不是普通养老服务，这是换皮保健品骗局。我正要让小刘继续查，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赵奶奶，她声音很低，像是躲在什么地方打电话。老周啊，你下午是不是也去了安心家园？你交钱了吗？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没有，我交了3万。什么时候交的？就刚才，他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优惠，过了今天就没补贴了。我想着我儿子不在身边，我年纪也大了，万一哪天真摔了，没人知道。他说到后面已经哭得喘不上气。老周，我是不是被骗了？人老了最怕的不是钱没了，是承认自己傻。赵奶奶年轻时在供销社上班，算盘打的是又快又响。老伴走后，她一个人把儿子供到大学。儿子后来去了外地，逢年过节回来的少。她嘴上总说儿子忙，心里其实比谁都怕给孩子添麻烦。骗子就是闻着这股味来的，怕子女嫌麻烦，怕死在家里没人知道。你就是被骗了，先别急。你现在在哪里？合同在不在？付款记录呢？我在家，合同在，付款记录手机上有。好，你把合同和付款记录都拍给我，不要再接他们电话，也不要删任何消息。还能要回来吗？能不能全要回来，我现在不能保证，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阿姨，真被骗3万啊！我回到打印店坐下，80%是。这帮人也太缺德了。安心家园和康寿园的地址、法人、股东、行政处罚关联公司有多少查多少，还有这个王国强有没有别的公司？行，您坐，我给您查。我看着屏幕一页一页跳出来，背后的人绕来绕去，绕回了同一批。王国强、林涛，还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这个沈建业是谁？安心家园的大股东，占股60%。康寿园那边他没挂法人，但有一家关联企业，他是监事。阿姨，这人背景挺深，我们要继续查吗？查，我想起来了，上个月社区宣传单照片中间站着3个人，一个是社区李主任，一个是穿白大褂的王国强，另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就是沈建业。当时我把宣传单垫在花盆底下，压根没细看。现在想想，骗子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们是敲锣打鼓，挂着横幅，拿着盖章文件走进来的。所以女儿才信，赵奶奶才信，那些老人们才信，因为他们相信社区，相信白大褂，相信公益，相信每天1块钱。小刘把资料都打印出来，我装好去了赵奶奶家。见我进来，赵奶奶赶紧把合同递给我，合同名字叫银领守护尊享服务协议，服务费29800，设备押金5000，健康顾问服务费3600，合计38400。下面有一行小字：今日优惠减免8400。赵姐，你扫给谁了？他打开手机给我看，收款方康寿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不是个人账户，这说明他们不是临时骗一票就跑的小骗子，他们有公司、有合同、有话术、有收款渠道。更麻烦也更可怕，他们说我血管堵得厉害，不装这个设备晚上很容易出事。他们给你检查了什么？他量了血压，还让我手握一个仪器。仪器显示什么？说我血管弹性差，脑梗风险高。给报告了吗？给了。他从口袋拿出一张彩色纸，上面印着红色预警，脑卒中高风险，下面还有几个吓人的词，独居危险等级高。赵姐，你上午体检过没有？抽血没有？做 CT 没有？赵奶奶疯狂摇头。那他凭什么说你脑梗高风险？他说那个仪器能测出来。仪器叫什么？仪器照片有吗？我不知道叫什么，照片有。我当时觉得高级，拍了一张给我儿子看。他翻出照片，就是我下午在小房间里看到的那台白色仪器。我把照片发给小刘。阿姨，查到了，网上卖300多，商品名叫威胁环健康检测仪，页面宣传都写着仅供参考，非医疗诊断。我真被骗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稳住。他们说明天上午来给我装设备。正好，明天让他们来。还让他们来，万一他们又骗我。你不给钱就行了，只有他们来了才会留下更多证据。老周，我怕。我心里一软，他是真的怕。73岁的人被人吓了一下午，又掏空了3万块，现在连家门都不敢开。没事的，明天我陪你。老周，幸好有你。明天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把300块的东西卖成3万。妈，你去哪儿了？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接？有事儿。你是不是去安心家园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查账。妈，你能不能别总这样？人家社区主任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你今天去养老中心闹，还说他们是骗子。他们给你打电话了？谁打的？林倩吗？动作挺快，我才从赵奶奶家回来，他们就先给我女儿打电话了，这是要先堵我的嘴。妈，我知道你退休后不适应，也知道爸走后你一个人心里难受，可你不能看谁都像骗子啊。赵奶奶今天交了3万，购买了安心家园的尊享服务，那是人家自愿买的，她是被吓的。妈，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被吓的？也许人家就觉得服务好呢。个300块的仪器测完说她脑梗高风险，然后让她交3万，你觉得这叫服务好？周小云站起来看了几眼，脸色微微变了。就算这样也该让他儿子处理，你为什么要掺和？如果今天被骗的是我呢？那不是没骗成吗？所以只有等我真的被骗了，你才觉得有问题？妈，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母女俩站在客厅，像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我只是怕你出事儿，你要是真在外面跟人吵起来，万一被人推一下摔了怎么办？万一他们报复你怎么办？妈，我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管孩子，我真的照顾不过来那么多事儿。这一刻我忽然明白，女儿不是不在乎我，她是怕我老了，怕我病了，怕我摔倒，怕我变成她扛不起的责任，所以她宁愿相信那些智慧养老服务，因为那让她觉得有人能替她守着我，哪怕那个人是骗子。看着女儿在沙发上哭泣，我放缓声音：小云，我不是不让你担心，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花钱买安心可以，但不能把脑子也交出去。他们现在只扣我1块钱，你觉得没事？赵奶奶今天交了3万，你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等明天他们拿着合同上门，告诉你你妈已经授权分期，每个月从养老金里扣2000，你还会觉得没事吗？他们敢？他们为什么不敢？身份证是谁拍给他们的？银行卡是谁帮我绑的？人脸识办是谁扶着我做的？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我没有在逼他。明天他们去赵奶奶家装设备，我要过去。不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你不是怕我出事吗？
那你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跟老人说话的。周小云愣住了，她坐在沙发上思考许久，最终无奈的点了点头。第二天上午9点半，安心家园的人准时到了，来的是林倩，还有一个背着设备箱的小伙子。赵奶奶紧张的发抖，周小云在旁边陪同，我拍了拍她的手背，安慰道：“别怕。”门铃响起时，她被吓了一跳，我松开她的手，转身去开的门。阿姨，你也在啊？赵姐不懂这些，我帮她看看。这个是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服务，外人最好不要干涉。我们是他邻居家属，不算外人吧？您是年轻人，那正好，老人家对健康风险不太重视，您在旁边也能帮忙劝劝。我看了周小云一眼，她脸色有些难看。林倩还不知道，昨天她才刚给周小云打过电话告我的状。设备小伙把箱子打开，里面是一台白色仪器、几根线、一个平板。这设备就是3万块套餐里的。设备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后续服务。设备单卖多少钱？阿姨，这不是普通商品，不能按网上价格算。那按什么算？按健康价值算。这话挺贵。随后小伙开始安装，我看着他把设备插上电源，连上赵奶奶家的 WiFi， 又让赵奶奶伸手去按指纹。我立马按住赵奶奶的手。等等，怎么了？为什么要录指纹？为了建立专属健康档案。健康档案需要指纹？这是系统要求。阿姨，您不懂这些技术没关系。我是不懂技术，但我懂当账。昨天赵姐已经付了3万，合同里写的是健康服务，没有写授权采集指纹。你们现在要录指纹，补充协议在哪里？我妈竟然这么专业，这么厉害。林倩不说话了。林姐，要不先不录？赵阿姨，您看，您要是不配合，我们后续服务没法开通，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也没法负责。赵奶奶脸色一下白了，这句话就是刀。你们这算威胁吗？您误会了，我们是提醒风险。那你再提醒一遍。什么？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上录音红点正在闪。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不录指纹，出了事你们不负责是吗？这老太太怎么还录音？要是传出去我就毁了，先收起来。完了，踢到硬骨头了。不装了。赵阿姨今天状态不太好，我们改天再来。钱呢？什么钱？3万服务费。合同已经签了，服务也已经开通。服务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是来服务的。可你们没服务完就要走。是您一直阻拦。所以你们不退。阿姨，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中途解除需要扣除设备费、管理费、专家预约费和违约金。赵姐，你听见了？赵奶奶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她嘴唇哆嗦。我昨天交钱的时候，你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工作人员都解释过，是您年纪大了没记清。你怎么说话呢？林倩顿时愣住，周小云生气地站起来指着她：“老人家记不清，你们就能随便说？合同字那么小，付款那么急，昨天吓他，今天脑梗，今天又说他没记清，你们就是这么做服务的。”我看着女儿，心里松了口气，她终于看见了，不是我疑神疑鬼，是他们真的吃人。这位女士，您如果对服务有疑问，可以走正规投诉流程。好，现在就走。您什么意思？我拨通了市场监管投诉电话，同时周小云拨了报警电话。林倩脸色猛地一变，她转身就要走，我挡在门口。你这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别急，你当然可以走，但桌子上的设备留下。林姐，林倩咬牙切齿。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几个邻居探头进来。这些老家伙怎么都过来了？老周，怎么回事？安心家园收了赵姐3万，现在想走。3万？我也办了那个1块钱服务。我昨天听课时，他们说我血管堵，我还想今天交钱呢。这些老头老太太怎么全凑一起了？完蛋了！事情要是闹大了，老板绝对不会保我。警察来得很快，市场监管的人也来了。林倩一开始还很镇定，说都是正规合同。可当工作人员让她出示医疗资质、设备备案、专家职业证明时，她开始支支吾吾。王国强赶来时脸色非常难看，他一进门就看见了我，眼神立刻变得阴沉起来。又是你，王专家，您来得正好。你是医生吗？这老太婆眼神太毒了，像要把我底裤都看穿。我是健康管理专家。有没有医师资格证？我们做的是健康咨询，不是医疗诊断。工作人员拿起赵奶奶那张脑卒中高风险报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风险提示。依据是什么？仪器检测。仪器有医疗器械政策证吗？王国强说不出话了，他跌坐在沙发上。昨天他穿着白大褂坐在小房间里，像能判人生死。今天被人问几句，
连眼神都开始躲。原来骗子的威风只在老人面前有用，到了真正懂规则的人面前，也不过如此。事情闹到下午，安心家园3楼被暂时封了，工作人员查出一堆合同和名单，名单上密密麻麻，全是老人名字、姓名、年龄、住址、子女电话、养老金金额、独居情况、健康情况，甚至还有备注：儿女外地可重点跟进，老伴去世防范心弱，女儿孝顺但忙，可从子女焦虑切入，退休金高，推荐尊享版。我听完手脚都凉了。周小云站在我身边，脸色白得厉害。我接过资料仔细看了起来，实在不敢相信这么多的老人都被骗了。他们怎么知道这些？我看着周小云没有说话，她慢慢反应过来，身份证、银行卡、家庭情况、健康信息都是她办服务时一项一项填上去的。她嘴唇发抖。妈，现在知道不算晚。赵奶奶的钱暂时追回了一部分，剩下的要等调查。但安心家园的事不止她一个人。那天晚上小区群炸了，有人说自己父亲交了1万2，有人说母亲买了血管清理套餐，有人说老人签了分期，每个月扣1800，已经扣了3个月，还有人骂我多管闲事。人家老人自愿买，你们闹什么？真出了事你们负责吗？现在什么都说诈骗，以后谁还敢做养老服务？我看着那些话发了一张图，是那份老人名单的备注截图，我把隐私都遮掉，只留下几行字：老伴去世防备心弱，儿女外地可重点跟进，退休金高，推荐尊享版。如果这也叫关爱老人，那我宁愿没人这样关爱。群里安静了。第二天，社区李主任亲自上门找我，他拎着水果，笑得很尴尬。周姐，这事儿我们社区也没想到，还是没查。他们手续看着挺全，而且确实说是公益养老项目。李主任，我不管你们是被骗还是失职，我只问一句，老人信息是谁给他们的？这个安心家园手上有小区独居老人名单、子女电话、养老金情况，你别告诉我是他们一家一家敲门问出来的。李主任嘴唇动了动。如果社区不给说法，我会继续往上反映。周姐，别，有话好好说。我现在就是在好好说。我把那份资料推到他面前。你们要做3件事：第一，公开说明安心家园进社区的流程；第二，通知所有签过协议的老人和家属，协助退款；第三，组织一次真正的反诈讲座，不要找卖货的，要找派出所和市场监管的人。你这退休了比上班还忙，账不平，我睡不着。我回去汇报。李主任走后，周小云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她这2天一直没怎么说话，我知道她心里难受。晚上她主动给我做饭来补偿，她以为自己给我买了安心，结果差点亲手把我的门钥匙交给骗子。我没有怪她，但她自己过不去。妈，对不起。我抬头看她，她眼睛红了。我那天不该说你折腾，我是真的怕你出事儿，我怕你一个人在家摔倒，怕你生病没人知道，我也怕别人说我不孝。他说到这里，声音哽住。可是我好像只是把怕丢给了别人。小云，人老了，不是变成一件麻烦东西。你们年轻人总觉得给老人买个服务、装个设备、交点钱就是尽孝，可有时候老人最需要的不是设备，是你愿意听他把一句话说完。周小云哭得更厉害，我递给她纸，并且开导了一番，她终于露出笑容。哭什么？我又没骂你，你还不如骂我呢。我退休了，懒得费嗓子。那晚他没有急着走，陪我一起把账本翻了一遍。他第一次认真看我的账，看到他爸去世那一页，他停了很久。那一页是我写的4个字：日子照过。周小云摸着那几个字，眼泪又掉了。妈，你那时候怎么都不跟我说？说了你能替我疼吗？所以啊，人这一辈子总得有点自己的账。3天后，派出所通知我去做笔录。我到了才知道，除了我们小区，附近3个社区也有老人被骗。最大的一笔是一个80岁的独居老人，交了12万买所谓终身护理名额。他儿子在外地半年没回来，老人怕自己没人管，就把棺材本交了出去。听到这里，我心口堵得厉害。做完笔录出来时，我在门口遇见了沈建业。周桂环，你认识我？听说过，就是你把一个普通商业纠纷闹成这样。普通商业纠纷？老人自愿消费，合同白纸黑字儿，你煽动他们反悔，影响我们公司经营。这些人说话都一样，骗钱的时候叫关爱老人，被查的时候叫商业纠纷，老人要退款就叫反悔。名单上的备注是谁写的？什么备注？老伴去世，防备心弱，这也是商业吗？周女士，你年纪大了，我不跟你计较，但我劝你一句，别把自己卷进不该卷的事儿。威胁我？提醒。那我也提醒你一句，我干了30年财务，最不怕的就是查账，你们最好祈祷账做得干净。
你很自信，不是自信，是你们太脏。他冷笑一声，转身走了。周小云在旁边吓得脸都白了。妈，他不会报复你吧？会。那怎么办？怕他就不查了吗？小云，你知道骗子最怕什么吗？怕老人不再害怕。事情发展到这，我知道光靠投诉已经不够了。安心家园只是前台，康寿园只是收款，真正的账在沈建业那里。当天晚上，我给康寿园那个客服号码回了电话，电话很快接通。李阿姨，您考虑好了？考虑好了，那您是要交99亿现金，还是直接办尊享版？尊享版。您确定吗？确定。不过我有个条件，我要见你们老板。我们老板？对，3万块对我来说不是小钱，我要当面交。这个我得申请。那你申请。妈，你疯了！你还要去见他们老板？我不进去，如何知道他们怎么收钱？那也不能你去啊！你去？他立刻卡住。放心，我不是一个人去。那你找谁？我拿出手机给小刘发消息。明天有空吗？帮我做件事。周阿姨，刺激吗？有点儿。我去。第二天上午9点，小刘来了。你这是干什么？他背了个黑色双肩包，头发压在帽子里。设备？什么设备？偷拍，违法的事儿咱可不能做。阿姨，我懂，咱不乱拍隐私，只留自己谈话证据。录音您作为当事人可以留存，视频我只拍公共区域和对方主动出示的材料。你懂得还挺多。我爸以前买净水器被骗过，所以我研究过一些。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妈，你真要去？去。周小云脸色很不好。那我跟你一起。你今天不上班？请假了。我怕你出事儿。那就一起去。到底是我亲生的，这股子拧劲儿像我。上午10点，康寿园的客服给我回了电话，说沈建业下午有时间。我问他要地址，他很快发来定位。下午2点，我们到了康寿园公司总部，公司在12楼。电梯门一开，前台背景墙很气派，康寿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下面还有一句标语：科技赋能养老，守护幸福晚年。我看着那几个字，差点笑出来，他们是真的会写。门口摆着宣传展架，上面是几个老人笑着戴手环、量血压和工作人员握手的照片。其中一个老人我认出来了，是隔壁小区的马爷爷。上个月在菜市场遇到他，他还跟我说最近有公益组织给他免费体检。我当时没多想，现在才知道免费体检后面可能就是几万块套餐。这时前台小姑娘迎了上来，请问是李阿姨吗？这2位是？我女儿还有外甥。姨姥姥，这地方真高级。随后我们来到会议室。李阿姨，是我。听说您想办尊享版，想了解。应该的，老人花钱谨慎，这是好事。这句话说得漂亮。要不是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可能真会觉得他稳重体面。阿姨一个人住，老伴儿不在了。现在独居老人最不容易，子女有子女的难处，工作、孩子、房贷，忙起来顾不上老人。我们做这个项目就是想填补这块空白。你说的对。随后他把一份方案推了过来。您看，这是我们的尊享版服务。我低头看，这份比赵奶奶那份更厚，封面写着康寿园智慧康养尊享计划，服务内容包括健康监测、营养调理、专家会诊、急救联动、绿色就医通道、陪诊陪护，每一项都写得很漂亮。全年服务费49800，设备押金12000，健康顾问费8800，合计70600。今日签约优惠价59800，这怎么还贵了？昨天不是29800吗？您这个是更高等级的服务。高在哪里？您是独居老人，又有基础病风险，普通版不够。你怎么知道我有基础病？刚才客服说您咨询过血压问题。我从来没说过，是他们默认每个老人都有病。是啊，年纪大了，毛病多。所以越是这样，越不能省钱。这位是您女儿吧？我知道年轻人压力大，但说实话，老人真出事，最后辛苦的还是子女。您现在觉得花5万多贵，可真住院，一天几千块就没了。老人受罪，子女也受罪。阿姨，我不吓您，我们接触太多案例了，有些老人夜里摔倒，第2天才被发现。你们这个急救联动跟哪家医院合作？我们有合作资源。哪家医院？这个根据老人所在区域匹配。有协议吗？阿姨，您放心，我们都是正规渠道。我以前在财务科干了30年，正规渠道一般都有合同、发票、合作协议。阿姨懂财务那更好，我们所有收费都可以开票。开什么类目？健康管理服务费。设备呢？设备不单独出售，是服务配套。那为什么有设备押金？他顿住，随后转头看向小刘。这位小伙子一直在看手机，我给我妈回消息。李阿姨，您要是信不过我们，可以不办。我不是信不过，我是怕交了钱后悔了退不回来。服务行业都这样，
开通后会产生费用，不可能全退。扣多少？看情况。什么情况？阿姨，我觉得您不是来办服务的。周小云紧张地看了我一眼，我从包里拿出赵奶奶那份合同。昨天我邻居交了3万，他自愿签的。你们告诉他，他脑卒中高风险，我们的设备有检测结果。这个设备网上300多，页面写着仅供健康参考，不能作为医疗诊断依据。李阿姨，你到底想干什么？退钱，退谁的钱？所有被骗老人的钱。被骗？李阿姨，说话要负责任。那你解释一下这份名单：老伴去世，防备心弱，儿女外地可重点跟进，退休金高，推荐尊享版。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你不用管，这是我们公司内部资料，你非法获取商业机密，把老人当猎物标注，也叫商业秘密。他不说话了，会议室里的空气像凝住了。过了几秒，他突然笑了。周桂兰，我早知道是你。你昨天在小区闹得那么大，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现在你看见了，看见了，一个退休老太太，以为自己查了几张纸，录了几段音，就能端掉一家公司。周桂兰，你在财务科待久了，是不是忘了这不是你们单位？这里不是你说账不平就有人听你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这是生意场。老人交钱是自愿消费，子女签字是家庭授权。我们有合同、有发票、有服务记录。你说诈借，证据呢？你以为市场监管来查一下我们就完了？最多罚点钱。等风头过去，换个名字，换个社区，我们照样做。周小云气得站了起来。你怎么能这么说？周女士，你妈的信息不就是你亲手填给我们的吗？周小云脸色瞬间煞白。你们这些子女最有意思，平时嫌老人麻烦，出了事又怪我们骗老人。我们只是把你们不愿意付出的陪伴包装成产品卖给他们。说白了，老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们，只是你们这些子女没人管。这话太毒，周小云眼泪掉了下来。周桂兰，我劝你收手。赵老太的钱我可以退，你的账户扣款我也可以取消，但你再闹下去，我保证你身边每个老人都知道是你害得他们服务没了。到时候他们真衰了，真病了，你负责。我看着他，这就是他们最会用的一招，把骗局包装成保障，把维权说成害人，把老人最深的恐惧变成他们手里的刀。我听明白了，想通了，想通了，你确实不是一般骗子。说罢，我便带着2人要离开。周桂兰，你别后悔。沈总，我这人退休以后最大的毛病就是闲，你最好祈祷你的账真像你嘴上说的那么干净。妈，对不起。别总道歉，没用。拿着，干什么？里面有合同复印件和资料，别弄丢。阿姨，他刚才承认换名字继续做那段，我录下来了。好，录下来了。录了。妈，你刚才是故意激他说那些？那你为什么不当场反击？他这种人当场吵没用，他有公司，有律师，有合同，我们要的是证据链。阿姨，你比我还懂。我30年财务不是白干的。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去闹。沈建业大概以为我怕了，安心家园暂时关门整改，但康寿园的电话还在打。群里有人说他们换了话术，不再叫尊享版，改叫居家安全监测包；不再说交钱，改说押金；不再说治疗，改说风险管理。连公司名也换了，收款方变成宜年优选商贸有限公司。阿姨，这就是他们关联公司之一。换皮够快，我开始做一张表，公司名、法人、股东、收款账户、老人姓名，是否有子女代签，是否存在恐吓话术。妈，你这是干什么？做账，这种账也能做？越乱越要做。你帮我录入。我不愿意。不是，我做。那天晚上，我们母女俩坐在客厅，一边打电话核实，一边登记。赵奶奶、陈大爷、马爷爷、李阿姨、刘叔，一个个名字填进表格，每填一个，我心里就中一分。最少的99块，最多的12万。有人没告诉子女，有人不敢告诉，有人到现在还觉得那东西可能真有用。最让我难受的是一位姓许的老太太，她交了6万8。您如果不做健康管理，以后儿子会更累。她儿子在外卖平台送餐，早出晚归。她说她不是怕死，是怕给儿子添麻烦，于是偷偷把存了10年的钱交了。周小云眼眶又红了，她没有再说老人糊涂，也没有再说我折腾。第3天，表格整理出来了，我们小区和附近2个社区确认受害老人27人，总金额86万4千元，其中18人是通过免费体检转化，20人被诱导绑定银行卡，15人签过连续扣费授权。我把表格打印出来，厚一摞，拿在手里，沉得像砖。现在怎么办？找能把事情闹大的人。媒体？先不找媒体，那找谁？我翻出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名字，秦雅。她是我以前单位纪检室的同事，后来调去了区老龄办。电话拨过去时，我心里其实没底。周姐，还记得我？
怎么不记得？当年你查账，我被你追着补材料，补到想哭。那你现在可能还要想哭。出事了。有个养老服务骗局，我这里有一份初步材料。他立马严肃起来，先让我把材料发给他。我把资料发过去，半小时后，周姐，这事儿不小。我知道，你们先别单独行动，尤其别在私下接触对方负责人。已经接触过了。你还是以前那个胆子。退休了，胆子更大。别贫，明天上午你带材料来老宁办，我联系市场监管、公安和街道一起碰一下。妈，你以前工作的时候也这样吗？哪样？很厉害。老伴之前常说，你妈算盘珠子一响，谁都别想糊弄她。后来她走了，孩子们长大了，我退休了，大家慢慢只记得我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老太太，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我也曾经是单位里出了名的铁账本。以前比现在厉害。那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那时候忙着长大。他一愣，随即低下了头。第二天的联席会开了3个小时，市场监管的人越听脸越沉。最难看的是李主任，他坐在角落里不停地擦汗。安心家园进社区是谁审核的？当时他们材料齐全，还有公益项目说明。老人名单是谁给的？我们没有直接给名单。那为什么他们能掌握独居老人子女电话、健康状况？李主任不说话了，我没有落井下石，我只是把一张宣传活动签到表放到桌上。这张表是当时社区组织免费体检时让老人填的，表上除了姓名、电话，还写了是否独居、子女是否同城、每月退休金范围、慢性病情况、紧急联系人。老人以为这是社区健康登记。但这张表后来成了他们的销售名单，这件事必须查。后来发生的事比我预想中快，沈建业没有认输，他先让人在小区群里发消息说安心家园暂停服务，所有老人后续风险自负，又让几个已经退款的老人签所谓自愿放弃服务确认书，里面夹着一条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投诉、举报、传播相关信息。还有人半夜给赵奶奶打电话说，如果继续闹，他儿子单位都会知道他被骗了3万。赵奶奶吓得一夜没睡，立马拿着手机来找我。那份资料名字叫《银发客群转化话术手册》。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第一步，低价引流，每日1元建立信任；第二步，免费体检制造风险感；第三步，根据老人家庭情况匹配话术。子女忙碌型，强调无人照料风险；独居丧偶型，强调突发疾病无人发现；退休金稳定型，推荐年费套餐；防备心强型，先从99元意向金切入。最刺眼的一条是，老人不怕花钱，怕没人管。销售核心不是卖健康，是卖陪伴感。妈，我久久不能回神。周小云蹲在我面前，握住我的手。他们懂老人，可他们懂是为了下刀。沈建业被带走调查，王国强也被查出根本没有医师资格证。他以前是卖净水器的。林倩哭着说自己也是打工的，可警方在他电脑里查到20多个老人的详细备注，都是他亲手写的。赵奶奶拿到退款那天，拎着一袋鸡蛋来到我家。老周，这个你收下，不是谢礼，就是我心里过不去。你心里过不去，拿鸡蛋砸骗子去。我那天真以为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以后不听白大褂吓唬，听你的，也别全听我的。以后谁让你交钱，你先问3个人。哪3个？子女、银行、派出所。记住了。安心家园的事儿过后，小区里很多老人开始来找我。一开始是问退款，后来是让我帮忙看合同，再后来变成什么都问：保健品能不能买？免费旅游要不要去？手机上中奖是不是真的？陌生人加微信说要送鸡蛋，能不能领？我家客厅每天像开会。周小云一开始还担心我累，后来她发现我反而精神好了，每天戴着老花镜，拿着红笔帮人圈合同里的小字，这里连续扣费，这里违约金，这里自动续系，这里写了最终解释权归他们所有，这种最不要脸。老周，你不如开个班。开什么班？反诈班。1周后，我找李主任要了社区活动室，秦雅帮忙请了派出所民警，小刘负责做 PPT， 周小云在门口签到，我站在台上，手里拿着话筒，底下坐着一排排熟悉的脸，白头发、老花镜、布包、保温杯，他们都看着我，我忽然有点紧张。退休欢送会那天，我都没这么紧张。今天不讲大道理，就讲一件事儿：凡是让你先交钱的，都停一停；凡是让你瞒着子女的，都停一停；凡是说今天不交，明天涨价的，都停一停。凡是说你有大病但不给正规医院报告的，都停一停。停下来不丢人，问一句也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骗子。女儿站在门口偷偷擦眼泪。妈，我以后每周末回来陪你吃饭。不忙了？忙，怕你又去端骗子窝。我现在有组织了。妈，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先跟我说。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有些急。我不是说要拦你，我是说我想跟你一起。行，
那天晚上，我把这账本翻开，在最新一页写下追回赵姐被骗款25000元，协助登记受害老人27人。女儿学会听我把话说完了，写到最后一句时，我自己都笑了。刚合上账本，手机响了一下，银行短信，养老金到账。我点开看了一眼，余额没少，至少今天早上6点03分没有再少那1块钱。我回头看向老伴的照片，他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我和他诉说着，说我退休也没有闲着。我忽然想起，最开始就是那每天少掉的1块钱，把这一切撬开了。1块钱，年轻人看不上，老人也常常不好意思的计较。可我知道占了30年的财物，1块钱后面可能藏着1000、1万、10万。也可能藏着一个老人不敢说出口的害怕，怕病，怕死，怕孤独，怕儿女嫌麻烦，怕自己活到最后只剩下一张可以被人随便扣钱的银行卡。人老了不怕账少，怕没人把你当一笔正经账。第二天一早，我照常6点醒，手机没有扣款短信，门外却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门口站了好多人。老周，你帮我们看看这个免费鸡蛋能不能领？我看着那张宣传单，我叹了口气，都进来吧，又是骗子，先看小字儿。退休第3天，我发现养老金每天少1块钱，那时我以为是有人偷了我的钱，后来才知道那1块钱偷不走我的晚年，反倒把我从一个人守着账本的日子里重新拽回了人群中。我拿起红笔，在宣传单最底下圈出一行小字，最终解释全归活动方所有。又是这句。对，以后看见这句，先别高兴，也别急着拿鸡蛋，先问问这鸡蛋到底贵不贵。窗外阳光正好，账本在桌子上摊开，新的一页还空着。我知道以后的每一笔账，我都不会再一个人算了。